是不是最近刷财经新闻全是英伟达暴涨的消息？你是不是忍不住追高进场，结果刚买就亏了 15%？ 今天我就把机构打死都不说的英伟达真实涨跌逻辑全部拆解给你。 90% 的华人散户都是被新闻骗了才亏的钱。看懂这套逻辑，你不用天天盯盘，也能更高概率地把握住科技行业的发展红利，风险还比追高买个股低 70%。 我太懂这种感受了。我身边好多纽约、洛杉矶的华人朋友去年年底看新闻说英伟达营收超预期，股价要涨破1万点，直接把存了半年的工资全仓买进去，结果刚进场就遇到回调，最多的时候亏了 30%， 套到现在还没解套。还有刚来美国的新移民朋友对美股规则不熟悉，看博主说买英伟达能赚大钱，直接把美国专门用来存退休金能享受税务优惠的 IRA 账户里的养老钱都取出来追高，结果现在退休账户缩水了1/4，连年度供款的优惠都没赶上。很多人亏了钱就怪自己运气不好，其实真不是你的错，这都是媒体和机构配合好的套路。我给你拆解3个大家最常犯的错。第一个是认知误区，以为新闻说的都是真的，可你不知道，所有公开的利好新闻都是机构提前布局了几个月之后才放出来的。等你看到新闻的时候，机构已经在准备出货了，你进去就是接盘的。第二个是操作错误，一看到利好就全仓梭哈，连基本的仓位控制都不懂，稍微跌一点就扛不住，要么割肉，要么被套。第三个是心态问题，赚了一点就觉得自己是股神，到处加杠杆买，亏了就慌不择路割肉，来回被收割。你有没有踩过其中的坑？要是有的话，接下来的内容你一定要一字不落的听完，我教你怎么避开这些套路，用更理性的策略参与市场。首先第一个核心逻辑，英伟达的涨跌根本不是新闻里说的营收多少，发布了什么新产品那么简单，背后的核心推手是顶级资管的仓位博弈。我查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官网每季度更新的 13F 机构持仓报告，比如在最新披露的2025年第4季度数据中，机构分歧其实非常大。软银直接清仓了价值约60亿美元的英伟达股票，但贝莱德、先锋等巨头依然持有庞大仓位，英伟达在贝莱德的投资组合中占比超过了 6%。 这说明机构早就完成了低位建仓，高位时一部分敏锐的资金已经开始套现离场。而今年年初，财经媒体才开始铺天盖地报道英伟达的利好消息，什么营收超预期，什么新的 AI 芯片性能翻倍，这个时候散户疯狂进场，但部分像软银这样的机构却早已经偷偷高位套现。这就是为什么英伟达近期容易出现剧烈暴跌回调的原因，因为部分机构跑了，散户在接盘。这里我要提醒大家，投资有风险，入市需谨慎，永远不要把公开的利好新闻当成你进场的信号，你能看到的消息都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。我认识一个硅谷的华人工程师，之前就是天天看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新闻买股票，2年亏了8万多美元。后来他学会定期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 13F 公开持仓数据，跟着机构的仓位节奏走。去年1年不仅把亏的钱赚回来了，还多赚了 20% 的收益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点， 90% 的人都不知道，那就是第二个核心逻辑，英伟达的长期涨跌和 AI 产业的实际落地进度深度绑定，根本不是靠概念炒作就能一直涨的。很多人以为只要有热点，股价就能一直涨，其实根本不是。2022年的时候 AI 概念第一次爆火，当时英伟达涨了 30%， 后来因为实际落地的订单跟不上，3个月就跌了 50%， 套了一大批追高的散户。我查了吉邦咨询等权威机构的最新行业预测数据，预估2026年全球 AI 服务器的出货量年增大约在 28% 左右。很多人对 AI 期待过高，如果接下来的实际订单落地增速低于市场的超高预期，就会成为股价回调的核心原因。如果接下来的订单增速能持续超预期，那英伟达还有上涨的空间，如果增速出现下滑，那还有进一步回调的可能。这里有个关键点， 90% 的散户都忽略了，你不用去研究英伟达的芯片技术有多好，不用去看他们的发布会，你只要盯着权威机构公开的 AI 服务器出货增速预期、云厂商的资本开支数据，这2个指标就行。这2个指标涨，相关的科技板块就有行情；这2个指标跌，你就不要瞎进场。我身边有个休斯顿的华人朋友，之前炒科技股亏了不少钱，后来他就专门盯着这2个数据，数据向上的时候就定投科技类 ETF， 数据向下的时候就持有债券。去年1年的收益达到了 16%， 比身边天天追热点炒股的朋友收益高了2倍还多，还不用天天盯盘，下班该陪孩子陪孩子，
该聚餐聚餐，完全不用为股票涨跌操心。第三个核心点，咱们普通散户根本不用买英伟达个股，靠这套逻辑买相关的行业或者宽基 ETF， 风险比单买个股低 70%， 长期收益反而更稳。很多人觉得买个股赚得多，但是你不知道，英伟达历史上最大的回撤率达到过 93%， 也就是说，你要是买在最高点，最多能亏90%以上的本金。而近5年跟踪美国大盘科技行业的 ETF， 最大的回撤率大约在 35% 左右，比个股少了一大半。我给你算笔账，过去5年跟踪美国大盘科技行业的 ETF 平均年化收益接近 15%， 而如果你自己买科技个股， 80% 的散户收益都不到 5%， 还经常被套。因为 ETF 是一篮子股票，就算其中某一只股票跌了，其他股票也能拉平收益，不会出现单只股票暴跌让你血本无归的情况，特别适合咱们普通工薪家庭、投资新手。这里要提醒大家，选 ETF 的时候不要只看收益率，要看规模、费率，还有跟踪误差，尽量选规模大、费率低的产品，不要买那些刚发行的、没历史业绩的热点 ETF， 很容易踩坑。还有要注意税务合规，你投资赚到的钱属于海外投资收益，一定要按规定如实申报，建议咨询专业的税务顾问，避免被罚款甚至影响身份。接下来我给你3个可直接落地的操作步骤，哪怕你是投资新手，看完就能用。第一步，定期查看2个公开数据。第一个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官网每季度更新的 13F 机构持仓报告，看顶级机构在科技板块的整体持仓动向和分歧情况。如果多数机构大幅减仓或清仓，核心标的你就不要盲目进场。第二个是吉邦咨询等权威机构公开的 AI 服务器出货预期和云厂商资本开支数据，增速符合或超出预期的时候可以加大定投金额，不及预期的时候就减少定投或者暂停定投。你完全不用看乱七八糟的财经新闻，盯着这2个数据就足够了。第二步，做好仓位分配。给大家分享一个常见的资产配置思路作为参考，比如将资金的 10% 用于投科技相关的 ETF， 40% 买美股宽基 ETF， 30% 买债券类产品对冲风险，剩下 20% 留作紧急备用金。大家一定要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来调整，切勿盲目照搬，更不要加杠杆借钱投资。要是你有美国专门用来存退休金，能享受税务优惠的 IRA 账户，也可以参考类似思路，将一小部分资金用于成长类产品，大部分放稳健的宽基和债券，毕竟养老钱亏不起。第三步，采用定投策略，不管行情涨跌，每个月固定日期投固定金额的 ETF， 不要看到涨了就多买，跌了就不敢买。定投可以帮你摊平成本，不用你去精准抄底逃顶，适合咱们普通散户。举个例子，你每个月定投$1000的科技类 ETF， 涨的时候买的份额少，跌的时候买的份额多，长期下来平均成本会比你追高买低很多。只要行业长期向上，获得正向回报的概率就会大幅提升。我再给你说3个最常见的坑，一定要避开。第一个坑是看新闻追高买个股，应对方法是不管新闻吹得有多厉害，都不要碰单只热门科技股，只买行业或者宽基 ETF， 风险低太多。第二个坑是频繁交易，美股的手续费和资本利得税都不低，频繁交易1年光税费就能吃掉你 10% 的收益。应对方法是1年最多调整2次仓位，不要天天盯盘买卖。第三个坑是盲目抄底，很多人看到英伟达跌了 15% 就觉得是抄底的好机会，全仓进场，结果后面又跌了 20%， 直接被套死。应对方法是永远不要满仓抄底，用定投的方式分批进场，就算继续下跌，你也有资金补仓摊平成本。今天我们讲了3个核心关键点。第一，英伟达的涨跌核心是机构仓位博弈和 AI 产业实际落地进度，不是财经新闻的头条，不要被新闻骗了。第二，普通散户不用买个股，买相关的 ETF 风险更低，长期收益更稳。第三，做好仓位控制，用定投的方式参与，不用追高也能赚钱。本内容仅供教育目的，不构成投资、税务、保险等专业建议，请根据自身情况咨询对应领域专业顾问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欢迎点赞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每周更新的理财投资干货了。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告诉我你最想了解的理财话题，我会在后续视频中详细解答。祝大家投资顺利，财富增长，理财无忧。